想要入手拍照强大的手机，但又不想选中国品牌，那你有其他选择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拍照的品质好不好，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购入新手机非常重要的关键吧。但如果排除每一款拍照都很强大的中国品牌手机，那你有哪些品牌可以选呢？以往我都会直接说，如果你不要中国品牌，那就选三星。但现在其实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，那就是 Google Pixel。Pixel 近几年的拍照功力越来越强大，无论是在软体、硬体上都有不错的表现。这是推出的 Pixel 10 Pro 系列啊，虽然在相机规格上跟上一代相同，不过透过演算能力啊，拍照的表现依然不俗哦。大家都知道 Google 的 AI 能力真的非常的强，所以这一次推出的 Pixel 10 Pro XL 也把 AI 跟硬体结合到一个新境界。那实测这几天啊，其实有一种这个是魔术吧的感觉哦，尤其是超长焦的表现，可以把原本应该要模糊的照片利用 AI 脑补，变成一张自然又清晰的照片。当然，效能部分 Pixel 一向都采取够用就好的策略，这一部分也算是提供给其他的合作伙伴，像是三星、vivo、OPPO 等等的品牌，最少要有这样的效能才能顺跑的示范。这次的实测，我主要还是以拍照为主，也会聊一下 AI 的功能，那就开始今天的 Pixel 10 Pro XL 动手玩。Pixel 10 Pro 还有 Pixel 10 Pro XL 两款手机都是搭载3镜头，镜头的规格完全相同，跟 Apple 的 iPhone 17 Pro 系列，整个方向都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喜欢小尺寸的朋友也可以享受到系列最好的拍摄品质哦。那另外，其实 Pixel 10 Pro 在后镜头的规格跟前一代的 Pixel 9 Pro，其实是相同的，但在演算法部分应该是进化不少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有蛮大的帮助哦。我们现在看规格。超广角部分是采用2.55寸4800万像素感光元件，光圈大小是 f1.7，焦距是0.5倍，也就是12 mm。主镜头部分是1.31寸5000万像素感光元件，光圈大小是 f1.7，焦距是1倍，那也就是24 mm。望远长焦部分采用2.55寸4800万像素感光元件，光圈大小是 f2.8，焦距是5倍，也就是110 mm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感光元件其实都没有很大哦。那接着我们就从最常用的一般模式开始实测。一般模式底下，预设焦距就是超广角、广角跟望远3组光学焦距，中间并没有预设2倍、3倍、10倍之类这样的选项，所以操作部分啊，需要用手指头去放大、缩小，或是拉动变焦杆来去做放大、缩小的设定哦。比较特别的设定是，每颗镜头的焦段都会锁在一定的范围，例如说广角镜头，也就是主镜头，都会锁定到1倍到5倍之间，所以没有办法直接从1倍拉到超过5倍哦。这个逻辑其实还蛮特别的使用时候要习惯一下。那实测的部分会从最有感的望远长焦说起，因为这次的长焦镜头也加入了 AI 帮忙，整体的表现其实是有点让我惊艳哦。那另外夜拍部分，除了一般拍照模式以外，还有夜视模式，那这部分也会单独讨论。实测就从这次最有感的望远长焦说起。望远长焦虽然在镜头规格上并没有升级，但在数位望远焦段从原本的30倍直接升级到100倍，因为这次长焦镜头有加入 AI 的帮忙，整体表现其实让人蛮惊艳的，尤其是30倍以上的表现绝对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哦。日拍的部分色彩表现是会让人喜欢的色调，它整个是偏浓郁一点点，但是不会太超过。5倍的光学表现部分细致度上还不错，10倍的表现也算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哦。那夜拍部分，5倍跟10倍的表现也都还算不错，但在高光抑制能力上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足够哦。不过在30倍以上，你会发现，表现居然好到可怕。我们直接在摄影棚内实测，不晓得你们能分辨哪一组是10倍，哪一组是30倍？这一组照片，我想应该是蛮明显的，但换上了另外一组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是不是有点比较难分辨了？没错，这个就是 AI 的加持，在使用30倍以上的变焦，拍摄后的照片会经过 AI 的处理，会以 AI 建构画质模糊的部分而且它跟其他有 AI 修复的手机不同 ，Pixel 会一次给修复前还有修复后2张照片，让你知道，这个是 AI 处理后的，哪一个是 AI 处理前的哦。接着分享在室外的实拍哦，这组101的照片，因为当天的空气品质非常不好，所以在10倍拍摄拉大101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模糊的。但30倍所拍摄的照片，在10倍裁切到相同大小后，发现30倍居然比10倍更清晰。那100倍更不用说了哦，真的是清晰到恐怖哦。当然，这些照片的 AI 痕迹其实都算蛮明显的，不过有这样能力真的是很方便。
那夜拍部分也是一样，30倍、100倍，经过了 AI 修复之后，都意外的好。但 AI 不是万能的啊，像是修复文字的部分，只要字体啊，肉眼已经难以辨识，修复后之后，它也只是个乱码哦。那人脸部分，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修复啦。所以这2点，如果大家要用长焦去拍人啊、拍文字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一下了。超广角日拍部分，顺光下拍照的色彩跟品质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放大后的细节会稍显不足一些。不过在日常拍摄或甚至冲洗照片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。那逆光底下的 HDR 效果表现也不错，但可惜暗部拉亮之后杂讯又比较高一点。这部分相信 Google 应该是有能力用 AI 来处理，不过就看他们以后是不是想要处理这一块啦。夜拍的部分色调真的很讨喜啊，色彩是偏浓郁。暗部的提升也做得不错，但同样有暗部噪点比较高的问题，毕竟感光元件比较小，这部分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啊。那超广角部分还支援微距功能，画质表现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好好构图应该可以拍出不错的作品哦。广角主镜头跟超广角镜头调性、色彩一致性，我觉得还蛮高的。这点啊，我觉得在调色部分是做得不错，甚至连望远镜头的色调，都很接近。日拍的部分啊，同样有着浓郁色彩表现，细致度也相当的优异。逆光底下 HDR 表现也非常的好，而且相较于超广角镜头啊，在暗部的杂讯要少很多，可用性是更高的。在2倍跟3倍数位变焦部分，在不放大检视下，表现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放大一些之后，其实还是可以看出细致度没有太优异的感觉。不过都是可以在可接受程度啊。如果事后要裁切使用的话，我觉得会稍微比较不足一点。那夜拍部分色彩一样是非常讨喜啊，暗部细节跟纯净度也比超广角要好非常的多。但高光抑制部分，我认为它做的并不是太理想啊，这点在超广角镜头，我们也有发现哦。那在2倍跟3倍的数位变焦部分，同样在不放大检视下，表现我觉得还可以。不过夜拍难度本身就比较高，所以有这样的表现，我觉得已经算蛮强的了。除了一般拍照模式外，拍照模式中也有夜视功能啊。这个功能中焦距的标示跟相片，也就是一般拍摄完全不一样。它的夜视功能呢，是用0.5倍、1倍、2倍、5倍、10倍的预设焦距最高直到30倍变焦。但一般拍摄只有预设3组光学焦距，我不太清楚用意到底是什么。但界面设计上，我觉得有点混乱啊，可不可以统一一点啊？那在拍摄过程中，一般拍摄模式下会自动辨识夜间拍摄，并拉长曝光合成的时间。夜视模式其实也是会那实测后发现，在同一个环境底下，两者曝光时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实拍部分，在超广角跟广角部分，可以发现用夜视模式的视角会比一般模式要窄一点点。我猜测啦，这个应该是避免夜拍时晃动，所以去进行修正，所以要弄窄一点，可以有修正的空间比较大。那暗部表现呢，有稍微亮一点点，但并没有太明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看不同的照片环境而定。那在长焦拍摄时，5倍跟10倍的差异并没有太明显，但到了30倍的时候，明显发现夜视功能呢并没有加入 AI 来修复调整所以画质就完整呈现数位放大后的样貌但是一般拍摄30倍就非常的好看，毕竟有加了 AI 嘛那录影部分，日间拍摄只要不要超出光学焦距太远，基本上都有不错的画质。那夜间拍摄部分受限于感光元件比较小，所以在暗部的杂讯有比较高的现象产生。那录影功能同样也有 AI 提高画质选项，这部分要先打开功能后并经由云端处理，所以会花蛮多时间，但处理后的画质是真的有比较好啦。这部分建议大家可以用来弥补感光元件比较小的缺憾。那整体的拍摄品质在 AI 的加持下，日夜拍都有一定的水准，在每个品牌使用 AI 来补足数位长焦不足的时候 ，Google Pixel 10 Pro 还有10 Pro XL 的数位长焦表现，真的我觉得是还不错我觉得甚至可以赢过其他的品牌。不过感光元件比较小，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 Google Pixel 通常就是用最低规格标准来示范软体跟演算能力，这个也算是一大特色吧。前面看完拍照的基本能力之后，接下来分享2个有趣的 AI 功能。这2个功能在其他品牌手机上完全没有看过，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。首先是拍照指导，
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，要把相机对准要拍摄的物体，接着按下有个加号的相机图示，点下之后就会用内建 Gemini 模型来去分析画面，并挑出几个构图选项让你参考。选好之后，就会开始一步一步指导你该怎么取景，也会提示你要怎么移动才能拍出更好看的照片哦。那对于不会拍照的人来说哦，就是拍照苦手来说，这个就好像是随身带了一个摄影老师啊。那到底拍起来好不好呢？这个就见仁见智。不过我觉得就是会维持一个基本盘。第二个是音乐创作 AI，我觉得这个功能蛮有趣的哦。只要把录音机更新到最新版本后，在功能中录制一段声音，例如，我随便先哼一段旋律给大家听哦，那看一下它最后处理成怎么样。b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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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。好，我们刚刚录完之后，大家不要嫌难听啊。录下来之后，如果你真的唱得很有旋律感，它就会自动辨识啊，提示你可以进行音乐创作。不然你也可以在右上角的功能选单中找到创作音乐，点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选择内建风格或是自己去组合风格。选好之后就等生成的结果。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其中一版感觉比较正常的版本。大家听完之后不晓得感觉怎么样？我是觉得应该还是在初期阶段啦，所以生成出来的伴奏还有旋律的和弦，有时候会对不上，甚至太简单。另外拍子呢也不太容易对上。那后来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，也就是一边哼旋律一边打拍子，提示 AI 目前的节奏是什么，所以生成出来的东西才比较正常一点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生成出来还是单调，你还可以一个版本叠加一个版本，也就是生成完的 AI 版本呢，你再去过 AI 一次哦，它就会一版叠一版，一版叠一版，慢慢的架构上去，这个也是蛮有趣的玩法。虽然现在的生成我觉得还不完美啊，不过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开始。我相信以 Google 的能力啊，要弄出更好的 AI 伴奏，应该不会让我们等太久。那其他功能像是自动完美合照、一起拍，还有引导入镜，都是蛮实用的 AI 功能。这部分就让大家自己玩玩看咯。讲完拍照跟 AI，最后还是要稍微聊一下硬体。Pixel 10 Pro XL 搭载的是6.8寸 LTPO OLED 显示器 ，Pixel 10 Pro 呢则是6.3寸，峰值亮度呢最高可以达到3300尼兹。以现在众多旗舰手机来说，这个亮度算是相当高的。萤幕更新率则是支援1到120赫兹的可变更新率。电池电量与充电的部分 ，Pixel 10 Pro XL 搭载的是5200毫安时电量电池 ，Pixel 10 Pro 是4870毫安时，两款的充电功率也不一样。Pro XL 是有线45瓦，无线25瓦，支援 Key 2.2哦。那 Pro 的部分呢是有线30瓦，无线15瓦，支援 Key 2.0。这应该是考量到散热的问题，所以比较小体积的 Pro 部分呢，所以它整个的功率会比较低一些。那两款呢都有支援磁吸无线充电，就是他们新的 Pixel Snap。我直接用磁吸无线充电的行动电源测试啊，吸附的非常的牢固，当然还能搭配各种配件，像是磁吸车架或是支架，整个实用性其实是相当好的。耐用性部分 ，Pixel 10 Pro 系列采用康宁第2代陶瓷玻璃当成保护玻璃，搭配航太级铝合金边框，加上 IP68的防尘防水。日常使用更不用担心，所以小意外的话还是撑得住的。至于效能部分，它用的是 Google 自家的 Tensor G5 晶片，搭配16GB 的 RAM。老实说，它不是效能怪兽，但 Google 的想法应该大家都很清楚，就是够用就好。它真正的强项是 AI 运算，这才是 Pixel 的灵魂。以上就是 Google Pixel 10 Pro XL 的拍照实测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 Prime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